今天我們來聊聊一張名單，一張只有9個位子的名單。第一任上任的时候，地球的天空是橘紅色的，海水是綠的，空气里几乎没有氧气，紫外線直接打在地表上。他一做就做了将近30亿年。第7任你一定認識，叫恐龍，他做了1億6千萬年。而排在最後一個位子上的是我們人類，到今天為止30萬年，30萬年對上1億6千萬年，恐龍的任期是我們的533倍。這是什麼概念？假設恐龍那一任是完整的一天，從凌晨0點到午夜12點，整整24小時，那麼人類這一任是這一天結束前的2分42秒。2分42秒，我們在這2分多鐘裡蓋了城市，發明了文字，飛出了大氣層，順手把整顆星球的地表改了一遍。所以問題來了，人類排第9，那前面那8任到底是誰？他們憑什麼坐上去？又是被什麼東西掀下來的？先講一個地方，西澳大利亞有一片海灣叫鯊魚灣，鯊魚灣裡有一個池子叫哈梅林池。退潮之後，灘上會露出一整片黑黑的石頭疙瘩，一顆一顆矮矮胖胖的，像有人把幾千個爛掉的蘑菇倒在海邊。觀光客走過去，大多只看一眼就走，因為它真的很醜，而且不會動。可是那個東西不是石頭，那是活的，那叫疊層石。一層一層的藍綠菌把泥沙粘起來，一年長不到1毫米，要長好幾百年、上千年才堆得出那個高度。而他們這一族從大約35億年前就在做同一件事，做到今天，動作一次都沒改過。你在那片灘上看到的醜石頭是地球第一任主人的直系後代。好，這集我要給3個綽號，後面全篇都會用到，你先記住。第一個叫那張椅子，指的不是某個生物，是一個位子，是在同一段地層裡誰的化石最多，誰占住了大体型的生態位，誰站在食物鏈頂端，誰決定整個生態系長什麼樣子。這張椅子只有1張，同一時間只坐得下一群。第二個叫改規則的那只手，每一次換人，背後都有一只手把整場遊戲的規則改掉。有時候是氧氣，有時候是冰，有時候是火山，有時候是一顆從天上砸下來的石頭。第3個叫旁邊那一個，這是新王的真面目。你等下會看到，每一任新王上台，靠的幾乎都不是打贏舊王，而是舊王倒下去的那一刻，他剛好站在旁邊，而且還活着。8次交接，一任一任數。第一任藍綠菌，任期大約從35億年前到5億3900萬年前，它的任期長到不像話。目前公認最古老的疊层石化石出現在西澳，年代大約34億8千萬年前。也就是說，地球誕生大概10億年之後，這批東西就已經在淺海裡鋪成一片，它們一路鋪到5億多年前才交棒，任期將近30億年。30億年是什麼概念？把整部地球生命史壓縮成1年來看，藍綠菌一個人就占掉7到8個月。恐龍那麼威風，在這張日曆上也才3個星期。人類是最後那幾十秒，那他憑什麼坐上那張椅子？憑一招產氧光合作用。他把陽光、水和二氧化碳吞進去，吐出來的廢氣叫氧氣。聽起來像做功德，對不对？造氧，養活後面所有人。可是对當時的住戶來說，這是一場滅門級的災難。問題就出在這個廢氣。氧氣對當年的地球來說是劇毒。一開始海裡溶解的鐵先幫忙擋着，鐵把氧氣吃掉，一層一層沉在海底，變成我們今天在澳洲、在巴西挖的條帶狀鐵礦。等海裡的鐵吃飽了，擋不住了，氧氣才開始往大氣裡跑。科學界把這件事叫大氧化事件，時間大約在24億到21億年前。從那之後，地球的空氣才慢慢變成能呼吸的東西。但同一時間，海裡絕大多數的厭氧微生物碰到氧气就死，它們被自己鄰居排出來的廢氣毒殺，屍體堆在海底。有研究者直接把這件事稱作氧氣大屠殺。哪知道現實又反轉了，氧氣殺掉的還不只是那些微生物。當時大氣裡有大量的甲烷，甲烷是很強的溫室气體，那層甲烷等於是地球身上的一件棉襖。氧气一多，甲烷被氧化掉，棉襖被扒掉了，結果就是休倫冰期。有說法指出，那是地球史上最嚴重的冰封时期之一。
冰層可能一路推到赤道附近，時間大約在24億到21億年前，前後拖了幾億年。各位，你看清楚这條因果鏈了嗎？一群不会動的細菌，靠着曬太陽這件小事，先毒死了鄰居，再把整顆星球凍起來。地球第一次改朝換代，不是誰打贏誰，是在位者做了幾億年的例行公事，把整顆星球的空氣換掉了，然後連自己都活在一個回不去的世界裡。那藍綠菌後來被誰擠下來的？答案不是某個猛獸，是他自己造出來的氧氣。有了氧氣，才養得起需要大量能量的多細胞生物，有了臭氧層，紫外線才擋得住，生物才敢往前海跑。第一任等於親手把第二任的椅子擦乾淨，還幫忙拉開了。改規則的那只手第一次出手，用的是自己人的廢氣。第二任埃迪卡拉生物群，任期大約在5億7400萬年前到5億3900萬年前，前後3000多萬年。這一任長什麼樣子？老實說，古生物學界吵了半個世紀還沒吵完。這批生物大多沒有嘴，沒有肛門，沒有眼睛，沒有骨頭，也沒有腿，有的像一片羽毛插在海底，有的像一張床墊，有的像3只手臂的風車。它們就那樣趴在海底的微生物墊上，靠身體表面吸收養分。沒有嘴要怎麼吃飯？就是趴着，用全身吸。這種活法在今天的海裡幾乎找不到對應。這裡有一段很少人知道的插曲。1957年，英國萊斯特郡的查恩伍德森林，一個中學生在岩壁上發現一個羽毛形狀的印痕，他跑去跟大人講，大人不信。當時的地質學界一口咬定那個年代的岩層不可能有化石，因為那是寒武紀之前。寒武紀之前，照課本說法是一片空白。有說法指出，在這個中學生之前，還有一個女學生更早看到同一個東西，也跑去跟大人講，得到的回答一模一樣，那裡不可能有化石。你看清楚這件事的荒謬了嗎？不是有人拿出反證推翻他們，是課本先寫了那裡是空白，所以有人親眼看到也不算數。哪知道現實再次反轉，那個印痕後來被正式命名，成了改寫課本的證據。地球在寒武紀之前早就有一整個生態系在運作，而且已經運作了幾千萬年。所以我們今天講的第二人是被一個中學生從空白裡撿回來的。那他們是怎麼被換掉的？主流有3套說法，到今天還在打。一種是缺氧，有研究認為海洋含氧量崩掉，帶走了大約80%的埃迪卡拉生物。一種是生物替代模型，也就是新一批會挖洞、會爬、會啃的動物出現，把海底那層微生物電翻爛了，等於直接拆掉舊住戶的餐桌和床。還有一種說法很直白，它們被吃掉了。換成是你會怎麼判断？你想想，埃迪卡拉那批東西的長相，不會跑，不會躲，沒有殼，沒有刺，趴在原地不動。這種身材遇到第一批帶着眼睛和爪子的獵食者，結果不用推演。順帶一提，這一段的知識到2026年還在翻新，而且翻得很兇。2026年4月，一篇研究登上國際頂尖期刊《科學》，講的是雲南江川生物群。研究團隊在滇東的燈影組挖出700多件標本，年代大約落在5億5400萬到5億3900萬年前，也就是埃迪卡拉紀最末期。這批化石特別的地方在保存方式，它們是以碳質薄膜的形式留下來的，而這種保存法本来是寒武紀那幾個著名化石庫的招牌，例如加拿大的伯吉斯页岩，結果連腸道、曲石、構造和運動器官都看得到，裡面有多種身體左右对稱的蠕蟲狀動物，還有目前已知最古老的后口動物成员，被歸在棘皮動物和半索動物那個大類的祖先群裡。它们的身體彎成一個馬蹄的形狀，用一根柄固定在海底，頭上伸出一對觸手抓食物。后口動物是什麼？從海星到海膽，從魚到鳥，一路到我們人類，全部都在這個大家族裡面。這代表什麼？代表我們這一支的源頭在埃迪卡拉紀末期就已經趴在海底了，比課本上那個時間點還早。埃迪卡拉和寒武紀之間那道被稱作達爾文難題的斷層又被填掉了一小段，所以第二任和第三任之間那條交接線很可能根本不是一刀切下去的。舊住戶還趴在微生物墊上曬太陽的時候，新住戶已經在旁邊挖洞了。旁邊那一個第二次出現。第三任寒武紀的節肢動物
從5億3900萬年前接手。寒武紀大爆發這5個字大家都聽過，但重點常常被講歪。重點不是動物突然變多，重點是動物突然長出装備，硬殼、關節、複眼，能抓東西的附肢，全部在這段時間集中出現。上一任連眼睛都沒有，這一任直接配複眼。這裡面最要命的一樣是眼睛。有說法指出，複眼的出現是整場爆發的扳機，這套說法叫光開關假說，講的是在那之前，海裡的生物基本上是瞎的，誰在哪裡，誰吃誰，全靠碰運氣。眼睛一出現，遊戲從摸黑變成了明牌，你只要想象一下就懂了。前一天大家在一個伸手不見五指的房間裡亂摸，隔天有人打開燈，那一瞬間會躲得活下來，不會躲的變成午餐，而長得快又長得硬的開始占便宜。這套說法目前還沒有辦法被完全證實，我把它放在這裡，你當成一種解釋看。而把這套裝備用到極致的就是节肢動物，代表選手叫奇蝦，它的身體大約30到50公分，聽起來不大，但在当時那個世界裡，它比同時期絕大多數動物大上10倍，而且長着一对複眼和一对會捲起來抓東西的前肢。它是地球史上第一個公認的頂級掠食者。节肢動物這一任做得有多穩？從5億3900萬年前一路做到大約4億2000萬年前，超過1億年。三葉蟲在海底爬滿全世界，光是已經命名的三葉蟲就超過2萬種，從北極圈到南半球的地層裡都挖得到。廣翅後後來甚至長到比人還高，這是什麼概念？一個類群同時占住了海底的清道夫、中層的獵食者和淺海的巨獸，從最小的幾毫米到最大的2公尺，全部同一套身體設計，這才叫優勢類群，這才叫真的坐上了那張椅子。而且這一任的資料庫2026年剛剛大爆量。2026年1月，中國科學院南京地質古生物研究所在期刊《自然》發表了湖南花園生物群的研究。這批化石的來歷還有點戲劇性。2020年，花園縣一個村子修基耕道，把寒武紀的泥頁岩剖面挖了出來。博物館館員在現場撿到第一批有科研價值的標本，才引來研究團隊進場，最後採出超過5萬件標本，正式分類了8681件。整理出153個動物物種，橫跨16個門級類群，其中大約 59% 是全新的種，年代大約在5億1200萬年前，剛好落在一次叫辛斯克事件的滅絕前後，連消化道、呼吸器官和神經系統都保存了下來。中間這一任還挨了一記重拳，地球5次大滅絕的第一次發生在大約4億4500萬到4億4300萬年前的奧陶紀末。2波打下來，大約 85% 的物種消失，原因是冈瓦纳大陸上蓋起冰蓋，海水被鎖進冰裡，海平面直接掉下去，淺海大陸棚整片消失。改規則的那只手，這次用的是冰，可是注意，這一拳沒有把節肢動物打下台，他們挨了打，還是坐在那張椅子上。真正把他們換掉的是另一種東西悄悄長出來的一個構造——下巴。第4任盾皮魚泥盆紀，大約4億1900萬年前到3億5900萬年前，6000萬年。泥盆紀被叫做魚類時代，而這個時代的老大是盾皮魚，它們的頭和胸包着一層真正的骨甲，像穿着鐵殼的坦克，而且嘴裡沒有牙齒，是骨板磨出来的刃口，一開一合就是一把大剪刀。最出名的是鄧氏魚，以前的科普書都寫它身長8到10公尺，這幾年被改掉了，而且改得很徹底。2023年恩格爾曼發表的研究換了一套新的推算方法，不再拿鯊魚那種細長流線的身材比例去套，而是用眼眶到鰓蓋的長度去推。他比對了将近1000種现生魚和节甲魚的資料，最後把鄧氏魚的體長下修到大約340公分，最大個體約410公分。聽起來它變弱了？沒有，因為同一份研究順手把體重也重算了一次。一條340公分左右的成年個體，體重估在950到1200公斤之間，最大的個體上看1500到1750公斤，而過去用鯊魚比例套出來的同一塊化石，只推得出600多公斤。差別在哪裡？差別在盾皮魚這一類的身體又深又寬，所以它不是縮水了，是身材從細長被改判成矮壯。
你原本以為那是一條長毛，結果那是一顆會咬人的保齡球。那盾皮魚怎麼下台的？這是9任裡面下場最慘的一任。泥盆紀晚期連着2次打擊，一次在大約3億7200萬年前，一次在3億5900萬年前的泥盆紀和石炭紀交界，後面這一次叫哈根堡事件。有研究指出，哈根堡事件对有核脊椎动物造成的傷害等級跟5大滅絕是同一個量級，超過一半的多樣性消失，整個脊椎動物生態系被重新洗牌。洗完之後，盾皮魚一種都沒剩，整個缸全滅。各位，這件事在9任名单裡是獨一無二的。藍綠菌到今天還在鯊魚灣曬太陽，節肢動物到今天還爬滿全世界，恐龍還留下了鳥，只有盾皮魚穿着全身骨甲做了6000萬年，然後在地層裡徹底斷線，一個後代都沒有。而在它倒下的同一段時間，另一批東西正在爬上岸。第5任两栖類石炭紀，大約3億5900萬年前到2億9900萬年前。這一任的關鍵不是誰咬得贏誰，是一個很無聊的地理事實。陸地上沒有競爭對手，石炭紀的地球熱、濕、悶，赤道一帶被大片沼澤森林蓋滿，那些樹死了，倒在水裡不會爛，一層壓一層，變成我們今天在挖的煤。石炭紀這個名字就是這樣來的。你家插座裡的電有一部分是這一任的遺產。森林一多，氧氣濃度飆到大概 35%， 今天只有 21%。 氧氣一濃會發生什麼事？靠氣管呼吸的節肢動物就能長到誇張的尺寸。2018年在英格蘭諾森伯蘭發現的一塊节胸蜈蚣化石，2021年正式發表，推算完整個體可能長達260公分，重約50公斤。260公分是什麼概念？那是一隻跟小汽車一樣長的馬路，天上還有一盞70公分的巨脈蜻蜓，攤開來大概是一個成年人的2隻手掌加前臂。而在這片沼澤裡稱王的是剛從水裡爬上來的兩棲類，它們有4條腿，有肺，能上岸。這裡要先說一句公道話，不然對他們不公平。兩棲類這3個字其實不太精確。石炭紀那批4足動物，很多跟今天的青蛙和蠑螈不是同一只，而是更早就分出去的一群，體型也不是我們印象中那種手掌大小，有的長到将近2公尺，嘴裡滿滿的錐狀牙齒，趴在水邊等東西自己靠近，行為比較像鱷魚。古生物學界用4足動物這個更大的名字來裝它們，我後面還是講兩棲類，方便你聽，但你心裡記得這是一個簡稱就好。上岸這件事本身也不是一夕之間發生的，目前的化石記錄顯示，最早那批長出指頭的4足動物，指頭的數目根本還沒有固定下來，有的1隻腳長7根，有的8根、5根，這個規格是後來才被挑出來的。你我手上這5根指頭是3億多年前一場沒有什麼道理的筛選留下來的結果。然而事情沒這麼簡單，能上岸不等於能離開水，它們有一個致命的限制，卵沒有殼，一離開水就乾掉，所以它們可以占領陸地，但只能占領濕的那一塊，然後那一塊消失了。大約3億500萬到3億700萬年前，氣候轉乾，赤道的雨林從連成一片變成一塊一塊的孤島，這件事被叫做石炭紀雨林崩潰。2010年薩尼、班頓和法康朗發表在地質學期刊的研究，還有2018年伯明翰大學的後續研究，都指向同一件事。雨林碎掉之後，两栖類的多樣性直接掉下去，而羊膜動物反而過得更好。原因很单純，羊膜动物的卵有壳有膜，把水包在裡面带着走。當外面的水塘一個一個幹掉，一邊是必須回水邊產卵的，一邊是走到哪生到哪的，你選誰？想都不用想，這場比賽不用打完就知道結果。改規則的那只手，這次用的是乾旱，而旁邊那一個帶着自己的水壺站在旁邊等。第6任核工綱，也就是俗稱的4哺乳爬行動物二叠紀，大約2億9900萬年前到2億5200萬年前。先說一件很多人搞錯的事，翼齿龙就是背上有一片大帆的那只，它不是恐龍，它活在2億9500萬到2亿7200萬年前，比最早的恐龍還早了6000多萬年，而且從親缘關係上講，它離我們人類比離恐龍近。核工纲
就是我們這一支的老家。二疊紀的陸地，從最大的掠食者到最大的植食者，主力全部是河弓纲。前期是盤龍類，中後期換成兽孔類，體型從幾公斤到幾百公斤都有。牙齒開始分工，门齒、犬齒、臼齒的雛形都出現了。換句話說，那張椅子曾經是我們家的，做了將近5000萬年。然後2億5190萬年前，二疊紀末大滅絕。這一次的來龍去脈長到可以單獨講一整集，我們今天只講膠棒，其他的先放着。火山怎麼把整顆星球的化學平衡打翻，這個我們先前專門聊過，不赘述。你只要記住幾個數字：西伯利亞暗色岩的火山噴發，玄武岩撲出來的範圍估計達到700萬平方公里，岩漿總量大約400萬立方公里，大約81%的海洋物種消失，陆生脊椎動物也倒了大约70%。這是地球史上最狠的一次，沒有之一。膠棒現場長什麼樣子？三疊紀最早期的地層挖出來，南非卡魯盆地的陆生脊椎動物化石超過90%是同一種動物，水龍獸，一隻豬那麼大，長着2根獠牙的家伙，一個屬占掉90%以上的陸生脊椎動物化石，這在整部地球史上再也沒發生過第二次。那不叫繁榮，那叫空城，整棟樓的住戶都搬走了，只剩1戶還亮着燈。這條線我們後面還會用到，你先記着這個畫面。第7任恐龍，這裡先擋一個幾乎每個人都有的直覺，隨便找人問人類的上一任是誰，10個有9個會回答恐龍。可是照這張名單數下來，恐龍是第7任，它跟我們中間還隔着一整任。恐龍不是我們的前任，是前前任，而中間那一任是誰，等一下會講到。答案有點尷尬，因為那一任就是我們自己這一類。先把年份釘死。目前公認最早、爭議最小的恐龍化石來自阿根廷的伊斯基瓜拉斯托族，年代大約2億3100萬年前，代表選手是埃雷拉龍和史道龍。坦尚尼亞還有一批大約2億4000萬年前的標本，但化石太破碎，它到底算不算真恐龍？學界還在吵，這一點必須說清楚，不能寫成定論。有趣的是，恐龍剛登場的那3000萬年，它們一點都不威風。整個三疊紀，陸地上的主角是各種主龍類的親戚，還有活下來的核工綱後代。恐龍只是配角，體型不大，數量不多，在化石記錄裡占的比例很低。那為什麼後來輪到他們呢？因為2億140萬年前的三疊紀末大滅絕，中大西洋火成岩省開始噴發，岩漿在大約60萬年間把後來的美洲、歐洲和北非撕開，估計80%的物種消失。這一刀砍完，競爭對手清空，恐龍走進了空出来的位子。看出來了嗎？又是同一套劇本，改規則的那只手先出手，旁邊那一個才坐上去。不過恐龍能坐這麼久，光靠運氣是不夠的，它身上確實有2樣硬本錢。第一樣是腿的位置，同時期的爬行動物，四肢是往身體兩側張開的，走路像伏地挺身，走一步身体要扭一下，跑不遠也吃力。恐龍的腿長在身體正下方，直接撐着走，等於把一台趴着爬的機器改成站着跑的机器，同樣一口氣可以走更遠。第二樣藏在胸腔裡，鳥類有一套氣囊系統，吸气吐氣都有新鮮空氣通過肺，效率比我們這種一進一出的肺高很多。而這套系統在恐龍的骨頭上找得到痕跡，很多恐龍的脊椎和肋骨上有气囊侵入留下的孔洞，所以那1億6千萬年不是白做的，只是它再會跑，再會呼吸，也擋不住從天上掉下來的東西。從那之後到6600萬年前，恐龍一做1億3500萬年，如果從2億3100萬年前它登場那一刻開始算，這一族在地球上存在了大約1億6500萬年。這就是為什麼我要一直跟你強調這個數字。恐龍做了1億6千萬年，我們人類做了30萬年。他們怎麼下台的，大家都知道，但數字值得重講一次。一顆直徑大約10到15公里的小行星，以每秒約20公里的速度撞進今天墨西哥的尤加敦半島，撞出一個直徑大約180公里的坑，那就是希克蘇魯伯陨石坑。大約76%的物種在這之後消失，包括所有非鳥類恐龍、翼龍、菊石和大多數海生爬行動物。2022年还有一份研究從魚類化石的生長線推斷，
那一狀發生在北半球的春天，1億6500萬年的王朝結束在一個春天的下午。這裡要補一句公道話，不然對恐龍不公平。恐龍其實沒有全滅，鳥類就是恐龍的直系後代。今天全世界已經命名的鳥大約11000種，光是物種數量就比哺乳類多出一大截。所以嚴格講，第7任沒有絕後，它只是被踢出了大型陸生動物那個位子，改行去飛。而在他們讓出位子的那一刻，一群體重不到1公斤，在地洞裡躲了1億多年的小東西走了出來。好，數到這裡，我必須把最強的反駁攤開來講，不然這一集就變成自我感覺良好。反駁是這樣的，所謂地球的主人，根本就是人類自己發明的詞。從生物量看，人類占全球總生物量大概只有1/1000，而植物一家就占了80%以上。從物種數看，光是已經命名的昆蟲就超過100萬種，而從魚到鳥到我們自己，全部脊椎動物加起來也不過7萬多種。從分布和數量看，真正從35億年前一路撐到現在，從深海熱泉住到你腸子裡的是細菌和古菌。更尷尬的是，第一任藍綠菌根本沒有下台，它今天還在鯊魚灣，還在每一片綠藻水滑裡。海洋裡的原綠球菌是地球上數量最多的光合生物之一，你每呼吸幾口就有一口的氧氣是海裡的蓝綠菌給的，所以被换掉這3個字對他來說根本不成立。這個反駁很硬，我不打算閃，但古生物學在講優勢類群的時候，指的是一個比較窄也比較可操作的東西，就是我前面說的那張椅子。在同一段地層裡，誰的化石數量占多數，誰占住了大型體型的生態位，誰站在食物鏈頂端，誰決定了整個生態系的樣子。用這把尺去量，這張交接名單站得住。細菌從來沒有離開過現場，但決定地球地表長什麼樣子的那張椅子確實換過8次手，而且每一次交接都留在地層裡，可以一層一層挖出來對。所以我們繼續數，第8任大型哺乳類從6600萬年前接手。先破一個誤會，哺乳類不是撞擊之後才出現的。從最早的哺乳型類算起，它們跟恐龍同台了大約1億6千萬年，只是這1億6千萬年裡，它們的體型幾乎被鎖死在幾百公克到幾公斤之間。夜行、鑽洞、吃蟲，位子被占住了，它們就只能待在縫隙裡，縫隙一鬆開，變化快得驚人。研究撞擊後地層的結果顯示，撞擊剛結束時，最大的哺乳類大概只有老鼠那麼大，10萬年之內長到浣熊的體型，70萬年之內已經有超過45公斤的哺乳類出現。從老鼠到45公斤只花了70萬年，而在這之前，它們卡在同一個尺寸，卡了1億6千萬年。那不是它們突然變厲害了，那是門開了。不過這裡有一個問題很少人問，門打開的那一刻，站在旁邊的其實不止哺乳類，鳥類也活下來了。它們一樣是恆溫，一樣有高效率的呼吸系統，而且還會飛。論條件一點都不比哺乳類差。那為什麼最後坐上那張椅子的不是它們呢？事實上他們試過。新生代早期的南美洲出現過一批不會飛的大型掠食鳥，站起來高的可以超過2公尺，會像一把镐頭，在當地的食物鏈上位置很高。後來還有成員一路走到北美洲，可就在所有人以為天下要換鳥來做的時候，這條線斷了，這批大鳥最後沒有撐住，而哺乳類把大型植食者和大型掠食者的位子一路吃滿。為什麼？學界目前沒有一個大家都同意的答案。有說法指出跟2塊大陸連起來之後的競爭有關，也有說法指出跟氣候和棲地改變有關。這一題還沒有定論，我不替他下結論。能確定的只有一件事，第8任這張椅子是在一場沒人預告的空缺裡被搶走的，不是被誰打下來的。再往後，尺寸失控，大約3400萬到2300萬年前的漸新世出現了巨蜥，肩高將近5公尺，體長超過7公尺，體重的估計值大多落在15到20噸之間，是目前公認體型最大的陆生哺乳類之一。更後面還有納瑪象，有估計認為它的體重可能達到20噸以上。不過這類數字都是從破碎的骨骼推算出來的，本身爭議不小，這一點也要說清楚。那第8任是怎麼結束的？這一次很不一樣，這一次沒有小行星，沒有超級火山，沒有冰蓋蓋住半個大陸，也沒有海平面暴跌。
2023年11月發表在《自然通訊》期刊的一份研究，用基因組資料回推139種现存大型動物的族群史，結果是其中 91% 在第4季出現族群衰退，而且體型越大的物種掉得越凶。這些衰退变成全球普遍現象的時間集中在大約76000年前到32000年前之間，而且不同大陸的时間點不一樣。同一份研究還估算，過去5萬年裡大型動物的总數量和总生物量掉了大約 92% 到 95%。 不同大陸时間點不一樣，這一句是整件事的關鍵。氣候變化解釋不了這種先後順序，因為冰期是全球一起冷的，能對得上這個順序的只有一條線，智人走到哪裡，那裡的大型動物就開始少。當然，這件事學界還在吵，也有研究認為北美的巨型動物衰退跟氣候的相關性更高，也有人認為是人類和气候一起作用。這不是已經定案的題目，我必須誠實講，但人類抵達和巨獸消失這2條時間線在全球尺度上的吻合程度已經高到很難用巧合帶過。如果這條線成立，那這一次交接是9次裡面最特別的一次，因為前面7次改規則的那只手都是天災，只有這一次那只手是新王自己伸出去的。第9任人類，我們是什麼时候上任的？目前最古老被公認為智人的化石來自摩洛哥的杰貝尔伊尔胡德遗址，2017年6月發表在期刊《自然》。研究團隊用加熱過的碎石做热式光定年，得到的年代大約是315000年前，誤差大約34000年。那批化石有意思的地方在於，臉已經是現代人的臉，落在今天人類的变異範圍裡，但腦殼的形狀還很古老。也就是說，我們先長出臉，才長出這顆腦袋現在的樣子。所以人類這一任到今天大概30萬年。那我們憑什麼坐上那張椅子？這一題的答案跟前面8任都不一樣。前面8任的本錢都寫在身體上，蓝綠菌憑光合作用，节肢動物憑外骨骼和複眼，盾皮魚憑骨甲和剪刀嘴，恐龍憑腿和氣囊，大型哺乳類憑恆溫和體型。你把化石挖出來，本錢就擺在那裡，看得見摸得到。人類的本錢挖不出來，我們的牙齒不利，指甲不硬，跑不贏羚羊，力氣輸給同體型的猿。單挑的話，這張名單上任何一任的頂級掠食者都能把我們解決掉。我們唯一做到而別人沒做到的是把資訊放到身體外面。一頭獅子學到的東西，它死了就沒了。一個人學到的東西可以講給下一個人聽，可以刻在石頭上，可以寫成書，可以存進機器裡。這件事讓知識不必跟着肉體一起死。從這個角度看，人類其實不是靠一副身體坐上那張椅子的，我們是靠一套會累積的外掛。現在把2個數字放在一起，人類30萬年，恐龍1億6000萬年。我們回到開頭那個換算，如果恐龍那一任是完整的24小時，人類這一任是最後的2分42秒。2分42秒，我們做了什麼？2018年6月發表在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的生物量統計是這樣算的：今天地球上所有哺乳類的重量加起來，人類加上人類養的牲畜占了大約 96%， 所有野生哺乳類加起來只剩下大約 4%， 而人類自己只占全球總生物量的1/1000。一個占总生物量1/1000的物種，把整張哺乳類的體重表改成了這個樣子。還有一個數字，根據聯合國和相關機構的推估，2026年全球人口大約在82億到83億之間，83億只同一種大型動物同時活在同一顆星球上，這在整部化石記錄裡沒有先例。上一個接近的情況是三叠紀初那只占掉90%化石的水龍獸。我前面說過，這條線後面還會用到，就是這裡。差別在哪裡？水龍獸的空城是在一場滅門級災難之後，別人都死光了，剩他一戶還亮着燈。而我們這一次是在沒有小行星、沒有西伯利亞火山、沒有冰蓋的情況下，自己把這棟樓填滿的。至於眼前正在發生的事，我們只講有出處的部分。2019年5月，聯合國旗下的生物多樣性與生態系服務政府間科學政策平台，動員了50個國家的145位科學家，做了3年，發表全球評估報告。結論是，有超過100萬種動植物在未來數十年面臨滅絕威脅。這份報告用的字
是加速中。至於這算不算第6次大滅絕，學界還在吵，這件事目前沒有定論，我不會替他下結論。我們回到鯊魚灣，那片黑黑的、醜醜的、1年長不到1毫米的石頭疙瘩還在那裡。他看過大氧化事件，看過奧陶紀的冰蓋，看過泥盆紀晚期那2次連擊，看過西伯利亞的火山把天空燒黑，看過尤加敦半島那一撞。他看過每一任接班人上台，也看過每一任接班人被抬下去。他一次都沒有離開過現場，而把這8次交接排在一起看，會看出一個很不浪漫的共同點：每一次換人，靠的都不是打贏上一任。藍綠軍不是被誰咬死的，是自己吐出來的廢氣改寫了規則。埃迪卡拉那批東西不是輸掉戰爭，是他們趴着吃飯的那層墊子被翻爛了。盾皮魚不是被更大的魚咬死，是整個海洋在6000萬年間被翻了2次。两栖類不是被誰趕走，是他們要用的那灘水幹掉了。核工綱不是輸給恐龍，是先被火山掃掉90%，恐龍才走進空出來的位子。恐龍也不是打不過哺乳類，是天上掉下來一顆石頭。哺乳類跟恐龍同台1億6千萬年，體型一直被壓在幾公斤，直到那顆石頭幫他們把門打開。新王從來不是救王的對手，新王只是救王倒下去的時候剛好站在旁邊，而且還活着的那一個。所以真正決定誰坐在那張椅子上的，從來不是誰比較強，是誰的體質剛好對得上下一次規則改變。而規則什麼時候改，怎麼改，沒有一任主人拿得到那張時間表，前8任都沒有。這件事就是這張9任名單真正要說的話。我們是第9任，我们上任30萬年，用了其中最後幾千年，把地表、大氣、海洋和其他物種的名冊都改了一輪。前面8任裡面做過類似規模改造的只有1任，就是第1任的藍綠軍。他把整顆星球的空氣換掉，然後在自己造出來的新世界裡永遠失去了那張椅子。哈梅林池的水1天漲落2次，那些疊層石照樣1年長不到1毫米。他不知道自己是第1任，也不在乎誰是第9任。而我們坐在這張椅子上才2分42秒，